美扩大对华半导体业制裁，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以及世界经济恢复造成严重冲击，令原本就不景气的全球芯片产业雪上加霜。受此影响，全球芯片股全线走低，行业全球市值蒸发逾2400亿美元。美国股市的半导体板块周一下跌，其中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3.5%，收于2020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数过去3个交易日下跌近10%，今年迄今跌幅超过40%。全球最大的代工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周二在台北股市暴跌8.3%，创下了自1994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摩根士丹利分析，美国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出口管制，特别是围绕超级计算机和跨国资本投资的更广泛限制，可能具有破坏性影响。此外，这些限制措施还预计对整个科技行业的供应链产生连锁影响，并给科技股带来更多挑战。野村控股公司分析师在周一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些限制是全球半导体的坏消息。外界注意到，在华盛顿公布最激进出口管制措施后，美国半导体协会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首先对确保国家安全的目标表示理解，小心翼翼地确保政治正确的前提下，随后将重点放在降低对美国创新的意外伤害上，委婉地表达了对最新管制措施的担忧。观察指出，在华盛顿政治高压及对华扭曲舆论氛围压制的背景下，美国半导体协会仍然顶风发声，显示华盛顿以提振本国半导体产业为借口，不断升级对中国的打击，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美国半导体产业不但没有因此获益，反而正经历一场噩梦。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半导体行业本来就受到美国经济衰退的压力，美联储为缓解高烧不退的通胀不断加息，使得芯片的本土消费者需求放缓。此时，美国还对半导体出口中国搞极端管制，进一步加剧国内的行业危机。这些制裁措施恐将因为反噬自身而难以持续。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是肯定的。但是呢，这里存在着砸左脚还是砸右脚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芯片是一个高度国际化分工的生产，那么这里边也有可能是把一些美国的高端的芯片厂商的脚给砸了，当然它也可能砸了这个中低端的，所以这个要具体情况分析。总的来讲，美国的很多芯片商又是高度依赖于中国市场，这些企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近期加大对中国半导体的打压力度，短期内的确会给中国芯片制造商造成一时的困难。面对美国发动的芯片战，多名行业专家表示，中国要以2条腿应对，一条腿是加强中高端芯片的自主研发，另一条腿是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中低端芯片的国际合作。外界注意到，面对脱钩，中国已经在芯片领域加大开放力度，主动与国际挂钩。中国证券监管机构近期批准国家首支针对中韩顶级芯片制造商的共有基金。该产品不仅是中韩两国半导体行业龙头的强集结，也是市场首支获批的可投资于韩国股票市场的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为 A 股投资者丰富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多可能。该基金或在11月正式发行。公开资料显示，最新获批的华泰博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将投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等韩国顶级半导体公司，以及中芯国际和蒙太奇等中国芯片制造巨头。这意味着中国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有望紧密整合，创造协同效应。下个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升级对华出口管制，尤其在半导体领域。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在应询时强调，脱钩断链难阻中国发展。您对此如何看？梅西你好，这后果怎样呢？股市已先行预告了，美国扩大对华半导体产业制裁以后，全球的芯片股走低，包括美国企业。看看股市，4类与半导体关联的公司股票呢都在下跌。首先呢是半导体投资类企业，比如说费城半导体指数。其次呢是半导体材料类企业，比如说泛联公司。第三呢是半导体设备类企业，比如超微半导体、阿斯麦。第四呢是芯片加工制造企业，比如说三星电子、台积电。台积电股票呢尤其惨了，创了1994年以来最大的跌幅，这个下跌了超过8%。如果从地理上考察这4类企业，受伤的呢有美国企业，主要是投资类和设备类企业。有欧洲企业，主要是设备类企业；有亚洲企业，主要呢是芯片制造企业，比如说韩国的三星、中国台湾的台积电、中国大陆的中芯国际等等。
还有呢使用芯片的各类企业，这范围更广，全球都有。可以说呀，美国升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牵一发而动全身，让这个全球的半导体产业呢打了个寒战。这里呢有一个基本的市场逻辑，美国加大限制对华芯片出口，就是给中国这个大市场设卡，减少了供应。中国市场芯片使用量减少，那芯片制造商呢就得减产，进而呢导致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减产，半导体投资者呢自然也得收身。短短几个月，全球的芯片短缺就会变成芯片过剩，可以部分的这个减缓美国的高通胀，但是呢也对半导体产业造成破坏，这产业链呢可能的重组。所以呢，中国商务部一针见血的这个指出，美国的做法严重破坏市场规则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损害美国出口企业的正当商业利益。美国在芯片领域强推脱钩断链，这很容易让外界联想起欧洲正试图推进的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那么这两者有关联吗？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往往被人忽视。实际上呢，美国现在在打两场战争，一场呢在欧洲，就是美国支持的俄乌军事冲突；那另一场呢在亚洲，就是美国挑起的对华高科技战，是贸易摩擦的这个延续。在欧洲战场呢，美国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开战，给乌克兰的军援数量呢超过了欧洲国家之和。表面上呢看呢是打击和削弱俄罗斯，实际上呢是切断了俄罗斯廉价石油向这个欧洲的输送。这个美国石油天然气呢便占领了欧洲市场，并且呢用高出俄罗斯能源10倍的价格给欧洲国家出售。欧洲的能源危机加剧呢，直接影响到了这个欧洲企业的成本，有些关闭，有些呢降低产能，有的呢则在私募转厂到别的地方去建厂。那么到哪儿去呢？一是到美国，二是到中国，三呢是到别的地方。这样呢，这欧洲的先进制造业就被美国薅羊毛了。现在美国加大对中国芯片出口限制，一方面呢是为了遏制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智能手机、超级计算机等领域的优势，那另一方面呢是阻止欧洲的先进制造企业呢到中国来安家落户，因为这个先进制造业呢是离不开芯片的。而在亚洲战场，美国加大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就会迫使呢亚洲的芯片制造业另谋出路。美国呢早就打出了这个到美国投资建厂的旗号，来薅亚洲的羊毛。这韩国三星、台湾台积电呢都在美国建了厂。那么除了对中国限制芯片出口，美国呢还试图挑起台海危机，把台湾呢变成最大武器库。这台湾成了武器库，当然呢就不安全了。那台积电呢是不是在进一步的向外搬迁呢？美国呢也在纵容朝鲜半导危机，这半导危机加深了，那么韩国、日本的芯片企业是不是也得考虑搬迁呢？这样这个美国就掌握了半导体产业的控制权。欧洲战争呢让美国获得了工业时代的石油控制权，亚洲战争呢则让美国获得了信息时代的石油控制权。美国的霸权地位呢就牢不可破。有个比喻说这个芯片是信息经济时代的石油，蛮形象的。但问题又来了，美国的野心能实现吗？我看是不一定。欧洲国家呢已经为能源叫苦不迭，他们呢可能渐渐的明白，这个美国支持乌克兰打仗呢原来是为了薅欧洲的羊毛。亚洲国家呢也会明白，美国对华技术制约是为了薅亚洲的羊毛。韩国企业呢已经是在与美国交涉，不愿意失去中国大市场。所以说只有大家呢都明白了美国的自私自利，才能够有效的抵御美国霸权。现在呢要把这个警钟敲响，让那些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各设施方呢早早的醒来，别像这个欧洲国家一样糊里糊涂呢就被美国薅了羊毛。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